这是犯了什么罪呀？这是。梦涵，梦涵，夫人，你可以睁大眼睛看清楚。清醒！别起伏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星兰哥哥娶你，不过是因为苏家有权有势，能帮他东山再起。不过现在，星兰哥哥已经是大商第1大将军，你苏家已经没用。星兰哥哥，姐姐都要走了，咱们就别再骗他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救你的人根本不是我。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玉簪能让堂堂太师府独女为我奉献一切，当牛做马这么去死吧！我用父亲多年积攒的人脉，支撑着落魄的将军府，倾尽苏家所有助你平步青云。在边关时，你贪生怕死，军功寥寥。若不是我父亲在京中替你四处活动，你怎配坐上将军一职？最后却落得我苏家家破人亡，蒙冤受辱。龚欣然，江碧，我做父也不会放过你。今日是梦涵的生辰，当年你们拜堂后还没来得及入洞房，又因为军情紧急赶往边关。这5年，将军府上上下下都是靠梦涵支撑过来的。龚欣兰，江碧啊，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如今你凯旋而归，带回来这么一个狐妹子，竟然还要以正妻之礼大办婚宴，抬为平妻。龚欣兰，你要让将军府成为全京城的笑话吗？还是不敢。我的生辰，江碧娶妻，这不是5年前吗？我这是重生了。老夫人，虽然我已经怀了龚将军的骨肉，但贱妾自知身份低微，既然您不愿意让妾留下，妾走便是。碧儿，起来。夫人，这5年在边关苦寒之地，一直是碧儿陪伴为夫左右。如今她又怀了龚家的血肉，不如你就允了她进府吧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救你的人根本不是我，去死吧！龚欣兰，你冒用云歌身份骗我真心，害我全家家破人亡。如今老天开眼让我重活一世，我定要让你和江碧儿为你们前世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好啊，我答应。夫君，下个月15是个难得的好日子，不如你和妹妹的婚礼就定在那日可好？届时再给妹妹准备6台聘礼，也不负了我将军府的脸面。区一个5阶6台聘礼，未免也太多了些。星兰能娶到梦涵这样的贤妻，那是星兰的福分，就按梦涵说的办。既然事情已经说定了，梦涵，你作为正妻，为碧儿准备一件见面礼吧。全听老太太吩咐。小何，去把那只白釉八宝瓶拿给二夫人。是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姐妹要好好的相处。
星兰后宅安宁，才能在前朝有所建树。姐姐放心，等碧儿进了府，一定和姐姐一起服侍将军。这是平安扣，据说是姐姐出嫁之时圣上为姐姐添的妆。自打我有了身孕，将军可是心疼的紧。这平安扣便是将军赏与我们府中狗肉保平安。这平安扣是圣上赐的，请高僧开过光，可保平安。边关苦寒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会在府中照顾好一切，等你回来的。苏梦涵，等我加入宫家，你的一切都会像这个平安扣一样，慢慢变成我的囊中之物。上一世，你夺走我所有东西，甚至在大婚当日毁我亲人。星兰，这一世我就先拿你的婚宴。妹妹这是说笑了，你武姬出身，无名无分却成了身子，这可不合礼法，让人知道了呀，可是要拉去陈塘的。京城不比边关蛮荒之地，以后进了府中啊，可要跟着我好好学规矩才是。夫人，礼到了。还敢讽刺我？拿一个这么素的破瓶子就想压我一头吗？正好摔了，将军心疼，定会赏我其他珍品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可有划伤？姐姐若是不想送我见面礼，直说便是，何必在这故作自痛，羞辱于我？苏梦涵，什么意思？母亲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区一个身份低贱的舞女，要走6台聘礼不说，还没进门呢，就敢打碎这白釉八宝瓶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公家当年辉煌之时皇上的赏赐啊！真是好大的胆子啊你！母亲，您消消气，都是我的不是。边疆蛮荒尚未开化，妹妹也不知这八宝瓶的珍贵不是。我原想着，将军如此宠爱妹妹，总得拿出一些珍宝，也显得我们将军府看重。倒不曾想，弄巧成拙了。你是故意的，梦涵，你不必为他说话。区一个贱妾，做嫔妻已然是抬举你了。这6台聘礼，将军府不出了，你爱嫁不嫁？江碧儿，宫星兰确实宠你不假，但这白釉八宝瓶可是她母亲李清平最宝贝的珍品，更何况它还象征着将军府从前的辉煌，这就是你咎由自取了。母亲息怒，这6台聘礼呀，就算走个过场，给夫君和将军府撑撑场面，礼成之后依旧送回府中库房不就好了？苏梦涵，你这平安扣贵重，不如今日你就当送给母亲赔个不是，讨个吉祥，岁岁平安嘛。这还差不多。梦涵啊，委屈你了。你放心，只要我老太太还在一天，你就是咱将军府的主母，星兰明媒正娶的正妻。这平安扣既然是你的嫁妆，正好今天就物归原主了。话说得好听，上一世宫星兰折磨我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挺身而出啊。多谢祖母。江碧儿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要让你在最风光的那天坠入地狱。好了，别哭了，郎中已经看过了，好在没什么大碍。喜来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什么时候才能让那个女人离开我们家？孟涵是太师的独女，她父亲苏太师在朝中桃李众多，威望又极高，我这才刚刚还朝，很多事情还需要他们帮扶，所以我答应你，早晚有一天正妻的位子会是你的。苏梦涵，你等着，你的一切迟早都是我的。讨厌，将军，夫人，您听听，这青天白日之下，竟然……且随他们去吧。
夫人，那武姬不过来了几日，府上记账的师爷就都来反映，光是买些胭脂水粉什么的，就已经花了府上半月的开销。这次真的发了，没想到这扬州刺史的女儿让我们抓到了。你说，刺史肯出多少赎金啊？那肯定是咱哥俩下半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啊！谢谢你救了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要多少报酬我都答应你。我母亲叫我云哥，报酬就不用了吧？这个送给你。你不会反悔吧？以后若是去了京城，拿这个来找我。之后我才知道，女子送簪子给男子是什么意思。如今父亲已经官拜太师，功成名就，可是云哥，你在哪里？云哥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小何，备轿。宫星兰的远房叔叔宫玄老是这玄机庄的主人，为人喜怒无常，但总有大人物伴其左右。眼下唯有此人才能帮你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就回。夫人，是荒郊野岭的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你去了才不安全，在这里等我。哎，我这儿有一件，说不是宫庄主啊，我才舍不得带上它呢。你来看看。哎呦，这真的是啊！庄主，你看我这一张《汉宫秋月图》价值如何？这不是前朝宫廷画师韩修的那幅封神之作？老兄，此等宝物从何而来呀？侥幸，侥幸。庄主，将军府那边派人送来了请柬，说是宫星兰娶平妻，貌似就在本月15。哼，娶一个舞女做平妻，还敢大摆宴席，简直就是丢人现眼。不过，他当年托我玉簪的事，是时候该算账。你要是胆敢暴露我护国镇守的身份，有你好看的。对了，庄主，宫夫人来访，让她进来吧。这幅画，你想换什么东西？小的就是生意上有些周转不开，想向庄主求一些现银。如此贵重之物，你只要这些？京城谁不知道庄主你神通广大，还有护国镇守罩着，我也想和你结个缘分罢了。等等，这幅画是假的。这幅画是假的。这幅《汉宫秋月图》是假的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装什么？我这个就是正品。您可能还不知道吧？韩修的《汉宫秋月图》可是一直被苏家收藏，从未失窃。您说这是真的，您确定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幅画仿的真是极好，笔墨走势都挑不出差错，唯独一点。韩修当年做完画之后，宫中对画纸进行了特殊处理，水沁不烂。但这幅画，你应该知道我做事的风格。反正我生意已经做不了了，今天就算死也要带上你！哎呀，真是！庄主，我等告退。告退，告退。
实习今日到府，所谓何事？公玄老，与理不合。15是宫星兰大婚，你想找我杀了那个舞女？我想让你请镇守大人来将军府，为他们证婚。宫星兰娶一个舞女做平妻，本就是羞辱，你还想请镇守给将军府生场面？你就这么爱她？爱。爱。醒醒！去死吧！我要请镇守大人前来，并非是为了给他撑场面。镇守是圣上的心腹大将，又被赐了免死铁券，请他出山，必然会让京城的所有显贵都来参加婚宴。婚宴当天，会给我的好夫君送上一份大礼。庄主这里应该有欢宜粉吧？无色无味，却能让男人迷失心智的那种。我知道庄主跟宫星兰私下不对付的紧，您和宫星兰并无多少血脉关系。这些年，宫星兰到处打着您侄子的旗号，谋取利益，为你惹了不少麻烦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您将镇守请来，我自会蹦出一场好戏。有趣，我可以跟你做这笔买卖，但执行应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小叔信守承诺，我自然会说到做到。15的婚宴，镇守必然准时到场。那便多谢宫庄主了。听说镇守他老人家15那日会亲自前来，若是星兰能搭上这位镇守大人，那以后的前程可是十分敞亮啊！就算在这京中，也鲜少有人见过镇守的真容，还是我们梦涵有法子能请到他呀。星兰是我的夫君，我自然愿意帮他的。还是结发妻子体贴人，不像是有些半路进门的，就知道自己享受，是半点不为自己的夫君着想啊！祖母啊，虽然有件事情想同您商量，碧儿自幼在边关长大，与哥哥相依为命，我想大婚当日把他哥哥接过来，一并沾染喜气。虽不合规矩，倒也情有可原，你看着办吧。那就谢过祖母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这依照上京的习俗啊，女子出嫁时是要由已经出嫁的心腹进行送嫁的。可这碧儿没有姐姐，我看不如就让梦涵送嫁了。你兴师动众的娶一个舞女为平妻，已经不合礼仪了，现在居然让你的正妻为她送嫁，你这不是让全京城都看梦涵的笑话吗？可是平妻出嫁时，若是没有姐姐送嫁，那岂不是让整个上京看我们将军府的笑话？我愿意，我自然是愿意给妹妹送嫁的。如此，妹妹就先谢过姐姐了。碧儿，会一直记着姐姐的好。将军府历来节俭，嫁衣不如就用姐姐当年那一套。姐姐当年和将军也并了圆房，如此，妹妹就当替姐姐了了一桩心愿。如此也好，时间紧迫，你们的婚事再不办，碧儿也该显怀了，到时候传出去，有损我们将军府的颜面。妹妹想的可真是周到啊！就凭你这种无情无趣的女人，也想和我斗？想必啊，等你大婚那日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大婚当日，我会让人给苏梦涵下药，到时候你就带着她去祠堂，水到渠成。我要让全京城的贵客都知道，她在丈夫娶妻当日失了贞洁。那她毕竟也是将军夫人，还有苏家，万一他们怪罪下来……放心吧，星兰哥哥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。至于苏家，一帮穷酸迂腐的书生罢了。这种事，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
又怎么会为他出头？苏梦涵，等你的金牌都没了，你还拿什么和我争？星兰哥哥的正妻之位，迟早是我的。恭喜各位前来，恭喜恭喜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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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个大喜事儿，恭喜早生贵子啊！这谁将娶亲还长这么大呀？你不知道啊？今天宫小将军娶平妻，刚刚回京的镇守大人也亲自来捧场了。镇守大人也来，那这京城的风向可是要变了。你今天啊，可别忘了巴结上镇守大人才是正事儿。母婿放心，我都打点好了。姐姐，你看，这是你当年出嫁时穿的衣服，不过如今看来，好像还是更适合我一点。姐姐，你能帮我取下婚鞋吗？这鞋子就像男人，还是自己的更合脚。碧儿，你今儿可真美啊！夫君，按照礼数，咱们成亲之前可还不能见面。这儿是将军府，规矩还不是由我说了算。将军既然来了，那就替妹妹跑一趟取一下婚鞋吧。若是误了吉时可不好。我这里还有祖母交代的事情，是我不能代劳了。还是梦涵想的周到。碧儿，你等着，为父去就来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宫心兰，只要你出了这间屋子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苏梦涵，只要你出了这间屋子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将军怎么还没回来？夫人，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。不行，再等下去误了时辰，惹得那两个老太婆不悦，对我没有任何好处。你去把备用的鞋拿来，先走吧。是。我掉。真漂亮啊！您看今日，几乎整个京城的达官显贵都来咱将军府了。这将军府娶来的平妻是什么来头？阵仗这么大，听说是从边关带回来的舞姬。这将军府还真是不讲究，一个舞姬还能抬成平妻，难怪老将军去世之后啊，就落寞了好多年。我怎么感觉好像少了个人啊？好像少了个人啊！今日好像一直没见着姐姐。就是啊，梦涵她人呢？祖母，姐姐不会是不想让我进门，所以才故意给我难堪吧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不好了，咱们府上好像进贼了。奴婢方才在后院做活，看见有人闯入祠堂当中，奴婢不敢声张，急忙把锁挂上了。祠堂禁地，怎容得外人擅闯呢？今日是将军府的大日子，镇守大人也会亲自前来，断不能让闲杂人等混入府中。走，快去看看。宝贝儿，你好香啊！这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？眼下先不管这些了。这声音听着不像是刺客，倒像是有人在此行苟且之事。今日前来的宾客都在此处了呀。我说这么少一个人，可不就是将军夫人不在吗？祖母、母亲，姐姐不会是因为我分走了将军，所以才找了人在此幽会，故意给我难堪吧？果真如此的话，这将军府
可真是让人看笑话了。那以后宫小将军他的脸该往哪搁呀？苏梦涵，你给我出来！苏梦涵，出来！母亲别喊了，我在这儿呢。母亲，祖母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姐姐为何在此处？夫人，主子那边已经清理妥当，夫人请放心。宫心兰倒也会些拳脚功夫，行事谨慎一些。那宫心兰在边关贪生怕死，多亏夫人您在京中果决，她才混上了一个将军的名号，制服她轻而易举。替我谢过你们家主子，改日我定当登门道谢。今日是妹妹人生中的大事，我这个当姐姐的，当然要亲自为妹妹送福，哪有不出现的道理呢？我还要问你们呢，吉时将至，你们都围在祠堂周围作甚？那你刚刚怎么不在这里？都怪我贪嘴，吃了些冷食，方才闹肚子，去了趟进房而已。这里面的人是……难不成家中进贼了？好在祠堂的钥匙在我身上。今日是将军府大喜的日子，各位可要检查仔细了。江碧儿啊，江碧儿，今日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是谁作茧自缚。